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文字路径动态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文字动态它是有规律的啊，它是根据一定路径，而不是我们传统中的SYZ 这样子去移动，或者是这样随机运动啊。这个是根据我自己绘制的路径，它是根据这个路径线条去运动。相对来说是有一些技术点是需要去跟大家阐述的啊，我怕我过一段时间我自己都忘记了。这里面首先一个是文字可以设置延迟的长短，因为这个是通过克隆加延迟 step effect 延迟步幅，你这里可以调它的每一个间距的时间，你可以长一点短一点，这个都是可以去调整的。拖尾的长短是可以设置的。然后最主要的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文字怎么去逐个的去根据这个路径去运动啊。当然，如果你不会这个技术，你也可以使用一个很笨的方法，然后每一个 NOTION 每一个单独的都去做一根线，然后去做运动，那样子的话太吃力了，而且效率也很慢。之所以录制这个视频，是因为我最近是有看到 Blender 关于做这种效果的，然后引起我的好奇。因为在 C4D 中实现这种，应该按道理来说是很容易实现的。经过我的测试，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说，一般人可能想着说用 More Graph 里面的，这里有一个叫做 More Instance， 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去做这种效果？新建一个场景给大家演示一下，可能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创建一个文字，立体文字跟平面的文字，它现在都是放置在这里了，它们是归类在一起。我们需要的是样条，所以使用这个。然后设置对齐，使用居中这个文字大小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我们先不用理它。这个叫做 more instance， 我们把它改成叫 more instance。好，例如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文字，那么可以在上面绘制它运动的路径，绘制运动路径。这个空格键 space 结束绘制，切换到多视视图，然后调整对应的空间位置关系，设置为旋转轴心，调整一下。这个都是可以调，有可能这里移动的太远了，出来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我们可以把它适当的调整一下。好，就这样子。那么使用 More Instance 直接添加动画标签里面的 Align to Spline，Align to Spline 对齐到样条线，然后把这个样条给到它，然后使用 Tangent 这个旋转，然后我们设置关键帧6到90，记录关键帧。好，播放动画。好，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有动画了，对吧？它是有动画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设置它历史残留时间，但是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它现在是个整体，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 NOINSTANCE 的每一个单独的是一个触发时间，每一个它都是分开时间去运动的，而不是这样子同时去运动。那现在这个方法其实就不行了，是吧？好，我们把这个取消，不要。或者是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到使用一个 cube 这个 no 空白，然后把这个标签给它，把 more instance 对象归零，然后使用这里的标签 instance 这里使用对象是这个 no， 使用动画。我们播放一下，确认 more instance 效果器里面有继承，我们设置一下动画时间。它总共是在90，它现在是不会动，无论我们怎么调，它现在都没有动画。
没有动画。那问题是什么呢？空对象，它这里虽然是有这些参数在动了，但是它没有被记录下来，不是关键帧，它必须得是一些关键帧的一些数据，它才可以被作用在这个 more instance 上面。那么我们需要选择这些参数，点击它，让它记录一个关键帧，然后打开在 animation show track 显示轨道。然后呢，我们菜单上面的 function 功能里面烘焙对象从0到90 ，OK。好，这个时候就烘焙出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叫 no copy， 是吧？然后我们在 instance 上面把这个复制出来，烘焙出关键帧的，把它指定过来。好，我们再播放动画看一下。它现在是有了啊，切换成 no from out。OK， 它现在是出现了，但是它还是一个问题，它都是一个整体，是吧？看到没有？它这些都是一个整体。那么就是说，这个方法还是行不通。使用这个 more instance， 我们把它删掉。我的方法就是使用这里面的 fracture 分裂对象。然后我们把创建的文本指定过来，然后呢需要把它分类出来，然后把效果器给它。好，现在似乎就已经是有一些效果了，对吧？它现在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文字，它在飞出去了。例如我们间隔的时间短一点啊，不要那么长。我们烘焙的是90帧，那么总体的时间又要延长了，因为它最后还有一些时间的延迟。好吧，例如是200帧。第一个技术问题就解决了啊，就是让文本每一个单独的飞出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技术呢，就是说它现在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整体啊。因为我忘记了啊，这里其实是不是可以选择这里的 trace？ 我们来使用这个 trace， 但是它 trace 出来的是一条线。我不大清楚啊，我们尝试一下使用 Sweet， 然后使用这个文本，使用一个 instance， 把它放进来。不行不行，所以这个方法行不通。Nitro C4D Nitro Bake， 这个我不记得是不是付费的啊 ？OK， 它这个不是免费的。使用这个工具，这里有个叫做单个物体，我们需要这个，不然的话等一下又要自己手动再创建。我们点创建，然后确定。好，这个时候它就帮我们每一个样条它都是单独的去烘焙出来了，它现在就已经是烘焙出来了啊。我这里来尝试一下，直接使用克隆linear 直接线性模式，然后这个 y 改成0，然后改数量，然后使用 step 步幅，大小取消，然后修改时间。OK， 它现在是不是就实现了延迟的效果？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最后一步，就是要把这些把它设置为一个整体。那其实很好办啊，这里直接选中克隆，按住 Alt 键 ，Loft 可以不需要，因为我们可以等一下单独的去控制。然后设置一下它的这个 Subdivision U， 这个 V 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设置。基本上我们这个效果就已经做好了，但是它会消失，对吧？我们是需要保留它这个封面，选择烘焙出来的文字，然后再使用一个 instance， 然后再使用 loft。它默认烘焙出来的这里是开放式路径啊，我们需要把它改成封闭，不然的话它这里无法形成一个封面的。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我们可以随意控制延长的时间。
当然，你这个延长的时间越多，我们需要的克隆数量那肯定是相对需要多一点点。这两个参数，一个是克隆的数量，一个是 step effect 这里的时间偏差，配合这两个就可以实现这样子一个文字偏移的动画效果。然后我们可以单独的给它创建两个材质，例如封面是一个自发光，然后我们对这个拖尾可以添加一个渐变。UV 颜色是一个暖色的，可以是红色，到橙色，到黄色这样子一个过渡，然后在阿尔法里面添加渐变，也是 V 反转。然后它现在视图上面有一个东西是需要说明的，在 Option 里面有一个叫透明度的。这个打开，它这里才会有比较好的透明显示。这里一开始就有的话，应该是可以 K 它这个数值啊。我们从0到5这里 K 一下0的时候就是设置为0帧的错开时间，那么它这里就不会出现这种穿插的这种效果可以把这个时间挪得厚一点点，对吧？它这里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出现那种很诡异的情况，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文字跑到后面又是反的，那么这里需要处理重新命名一下这个叫做 mesh， 这里是路径，motion path， 这里面的是文本的动画 test animation， 这里就已经归类好了好，我们现在需要对这里的原始线段需要去处理一下。好 ，more spline more instance， 它跑运动，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它这里是反的嘛，对吧？很明显这里是反了。然后这个线呢，它是也有一些问题我先把这个取消，把这个线调的好一点点，尽量是这种垂直的不要带方向之类的。我们可以在透视视图上面来调整一下，尽量让它是直的，调整一下这个路径，让它好看一些。这样调整过之后出来的效果会好很多，应该。理论上好 ，OK， 好，我们再把这一个烘焙一下 ，Animation Show Track， 选择这一个function Bake Object 烘焙。为什么它现在会变慢呢？原因是因为这里面的这些是拖慢了速度。好，我们把这个删掉再重新来一遍 function bake object， 它本来应该是一下子就出来的，对吧？关闭，点这个。好，我们这个又重新烘焙了一次把这里要重新替换对象是这个烘焙的 OK more instance 就会比之前会好很多了，但是它现在也是反的 more instance 它这里是反的。我的方法是使用简易效果器，简易效果器使用旋转180度，然后在域里面 fills，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绘制的样条线，这个是可以从哪里开始到结束，例如我们前面这里 more instance 这里是正确的，然后它跑，到这里它现在是正确了但它现在如果是我把这个关闭，它这里就不对了。好，我这里再重新命名一下 rotation more instance， 这个叫 pass。好，走 ，OK， 好，很完美。好，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重复前面的步骤，使用 Natural Bay， 使用 Single Object 烘焙 ，OK， 好，不用理它。我们把旧的删除，然后把它再重新指定到克隆子集，再打开，然后再重新指定这一个。我们打开网格，
它这里是没有封闭的，这些样条都是开放路径，我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把这个挪出来，这个不要。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好了。more instance 对吧？这样效果还是可以的啊。more instance OK。总体来说，这个技术它不算太难啊，但是需要一些技巧，然后它才可以让文字根据特定的路径啊去运动起来。这个也是我今天突然想到的一个办法。当然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啊，因为毕竟还是借用了外部的一些工具去辅助实现。OK，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